中国移民有着勤劳节俭的传统，为安然度过经济难关，他们往往会攒钱投资房产，并由此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。每当危机来袭，海外华人总是有能力自保，一般不用向亲朋好友求助，更别说向陌生的社会求援了。海外华人与祖国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，他们视祖国为故土，这种眷恋之情往往会传递给子孙后代。华人移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接济家乡的亲朋，通过汇款从经济上帮助家人是海外华人的传统。近100年来，华侨还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中国政府接受的外国投资中有超过2/3来自海外华侨。海外华人以勤劳节俭著称。在世界各地，华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海外华人家庭无论贫富，都愿意为确保子女得到最好的教育而做出牺牲。这些特点有时加深了外界对于华人移民群体的成见，也进一步扩大了华人与所在国家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。然而，面对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，不可能一概而论。在多种文化不断相互交流的全球化世界里，凡试图给某些群体贴标签的做法都是缺乏远见和理性的。世界正在日益走向融合，而海外华人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确立自己的身份。上期视频我们讨论了缅甸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菲律宾和韩国华人的一些移民历史和现状。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另外5个华人最多的国家。早在10世纪，就有华人在新加坡进行贸易和定居的痕迹，也有各种中国历史记录记载了10至14世纪在新加坡的贸易活动和华人生活。在新加坡成为英国贸易港口之前，新加坡岛上只有大约150人，他们都是天猛公阿都拉曼的追随者，其中有120名马来人和20至30名华人。华人是新加坡的主体民族，截至2020年，新加坡华人约267万，占新加坡人口的 75.9%， 是中国之外唯一一个华人居多的国家。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祖籍在中国南方沿海，主要来自广东、福建、海南，涵盖了新加坡华人的3/4，其余的1/4由19个语言群组成。这些华人一般称为新加坡本地华人，是19和20世纪前半叶从中国南方移民来新加坡的华人后裔。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，出现了从中国各地区移民来新加坡的第3波移民浪潮。华裔新加坡人一般都会先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，然后才是华人，但也有人会同时认同2种身份。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，从中国移居新加坡的华人被称作新移民。20世纪末的新移民主要来自中国的1线城市和香港。进入21世纪，新移民则来自中国各地，以江苏、浙江、福建和山东籍为主，丰富了新加坡的文化多元性。由于新加坡是个东西文化杂糅、多元种族汇集、不同民族间通婚较为普遍的国家，所以新加坡华人文化和其他华人区的文化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其中糅杂了不少东南亚各土著民族的文化元素。同时，由于新加坡的华人祖辈大多来源于中国岭南地区，尤其是福建南部、广东、海南3地，其文化如汉语方言、华人习俗、传统节日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跟这些地区也呈现有不小的关联度。此外，新加坡是个以英语为主的国家，长期受西方文化和土著马来文化的剧烈影响，因此在思想观念、文化礼仪、语言等各方面都和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华人十分不同。因政府实行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缘故，新加坡华人的中文程度出现参差不齐的状况，整体来讲十分薄弱。
绝大部分中青年人已几乎彻底丧失读写能力，一部分人在听力和口语上也存在很大困难。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，印尼华人约为283万，约占印尼总人口的 1.2%。人口普查采用了自我认同的方法，因此拒绝认定自己是华人的将被记录为非华人。一些人可能因为受1998年印尼反华暴乱影响而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而根据另一些人口普查指出，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约有670万。印度尼西亚华人源自于过去数百年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，大多来自于福建、广东和海南。印度尼西亚是目前全球第4大华侨社区。在前总统苏哈托治理下，印尼实施了长达约34年的排华政策，造成此时长大的印尼华人几乎都丧失了汉语的口语和书写能力。虽然进入21世纪后，汉语教育不再被官方禁止，但已形成的文化断层仍然显著。中国近代史上有3次向东南亚的移民潮，第一次可以追溯到15世纪，郑和下西洋的时候；第二次是鸦片战争前后；第3次是20世纪前半叶。前2次进入印度尼西亚的移民通过联姻逐渐被同化了。而最后一次的移民因为还保留着中华文化，被称作新客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华人在印尼大多从商，华商资本在印尼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。印尼华商林文光曾按照资产数量对印尼华商进行分级。他认为，印尼华人中约有170位拥有大财团或集团企业，约5000多位为中型以上企业老板，还有近30万经营商贸的小企业主。截至2021年，华裔美国人约为523万，占美国总人口的 1.58%。美国华人社区是亚洲以外最大的海外华人社区，也是世界第3大华人社区。美籍华人大多数居住在纽约大都会地区、旧金山湾区及大洛杉矶地区。过去200年来，华裔美国人曾受歧视，著名的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废止。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于2009年，美国参议院于2011年为历史的排华法案正式向华裔美国人道歉。华裔美国人的社群组织颇为复杂，与世代、籍贯、社会经济水平等因素皆有关系。在美国自由的风气下，对于台海两岸的政治立场更是多元，有积极支持或敌视某一方的，也有漠不关心的。因此，华裔美国人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团体或政治观点。在美国本土的政治问题上，因多数华人聚居在东西岸的大城市，而大城市和都会区多数是民主党执政，因此约 75% 的华人会支持民主党。第一代的美国华侨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分为几个群体。一是19世纪中期至2战前后背井离乡来到美国从事劳力工作的华工。二是1950年代开始，美国移民法解禁，允许配给每年100名中国人移民美国。这个时期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台湾。1965年起，美国移民局将中国大陆、香港和台湾分开给予移民的配额。由于中国建立初期并未与美国建交，加上冷战的缘故，这个时期的中国大陆移民几乎不存在，主要的华人移民亦来自香港和台湾，形成美籍香港人和美籍台湾人这两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群体。三是1977年中美建交后，但因中国大陆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对国人出境有所松动，因此1990年代以后，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人数才有大幅度增加。
其中包括留学生、技术人才和投资为主的合法移民，以及低技术工人为主的非法移民。4是来自两岸4地以外的海外华人。第二代华裔美国人及美国出生华裔，在两岸4地称作 ABC， 即 American Born Chinese。实际上，美国官方没有这种称呼，已经融入美国社会的在美出生华裔也极少如此自称。此外，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统计，汉语为美国第3大语言，在加利福尼亚州，由于华裔移民人数众多，汉语为常见的语言。其中有200万美国华裔至少会说一种汉语，但主要讲粤语。在纽约，普通话随处可见。虽然美国华裔第一语言为英语，但基于传承文化和维持亲族间的联系，大部分美国华裔都会教导其子女学习中文。随着来自中国大陆新移民成为华人社会的主流，简体中文已成为美国华裔使用最多的书面语言，但美国的中文公告和中文标语一般都是使用繁体中文。截至2022年，马来西亚华人约为671万，占马来西亚人口的 22.8%， 是仅次于马来人的第2大族群。马来西亚华人主要是明朝、清朝和民国时期从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等地迁移的华人后裔。这种大迁移被称为下南洋，与闯关东、走西口一起被称为中国近代3次人口迁徙。马来西亚华人大多受中文教育长大，学校里华文课皆用简体中文，但繁体中文在坊间仍有一定流行程度。多数华人经常使用汉语，马来语和英语则作为次要语言。尽管马来西亚华人数量在每次人口普查时都增加，但由于近几十年来较低的出生率和高移民率，华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下降。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的商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，出现了很多世界知名华人企业家，比如大家熟悉的亚洲糖王郭鹤年，先是控制了马来西亚糖业的 80% 市场份额，然后又进军酒店行业，创建了香格里拉酒店集团。马来西亚人对中国人取得的成功嫉妒又无可奈何，只能在各个方面来限制华人的发展壮大。因此，即使拥有了较高的经济地位，但是大马华人取得政治地位的道路却崎岖而漫长。1969年，华人在大选中获胜，但占据人口多数的马来西亚人却拒绝承认选举结果。为了避免在全国引起慌乱，华人只能拱手让出组成政府的权利。虽然马来、华人和印度这几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大不相同，但是在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大家相处的心平气和，相安无事，而没有发生像印尼那样大规模事件。华人为马来西亚做出很多伟大的贡献，在各方面都有杰出人才，人数也不少。由于马来西亚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，为国家做出贡献者都有机会荣获马来西亚国家勋衔，而华人也有不少人才荣获马来西亚国家最高荣誉。2018年11月9日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默为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主持开幕时，肯定华裔先贤对马来西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，并直言若非华人，马来西亚的发展就会落后许多。他表示，华人几乎遍布全世界，并相信无论华人到哪个国家落地生根，都会为该国的发展带来巨大贡献。泰国华人约有950万，是泰国最大的少数民族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华人社区，占泰国总人口的 13%。华裔泰国人已高度融入泰国社会，当今泰国王室扎克里王朝亦有华裔血统。华裔和泰人通婚的现象很普遍，混血后代多同化为泰人，以泰语为母语。有泰国学者声称，至少40%的泰国人有华人血统。
由于华人族群已普遍态化，大多数人已丧失了中文能力。华裔泰国人居于泰国的中等阶层，势力遍及泰国社会各个方面，在商贸和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。不少华裔步入政坛，多数前总理和议会成员都有华裔血统。尽管华裔泰国人仅占泰国人口的1成，却掌控泰国经济85%的份额，对于泰国私有经济可谓举足轻重。到21世纪初，华裔资本已掌控泰国社会各个领域，是泰国富裕精英阶层的主体，亦是泰国维持经济活力和繁荣发展情形的关键。本土的暹罗泰族缺乏成熟的经商传统，商业实力长期难以与华商竞争。泰国政府亦不能断绝华人商业影响，致使今日的泰国华裔得以掌控经济，大到各大银行和大型综合企业集团，小到街头零售店，皆由华裔资本掌控。再加上华裔在政界的影响力，当今泰国各行业的发展皆高度仰赖华裔资本的投资。华裔资本是前期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，支撑着泰国新兴资本的投资发展。例如，泰国主要的电信公司都由华裔支持，包括 InTouch Holdings、真实公司、Jasmine、Ukon 和 Samar。主要的商业银行中，盘古银行、开泰银行、大成银行都是华裔控制。泰国证券交易所中80%的上市企业由华裔资本主导，10大华商家族掌控着泰国过半的企业资产。泰国经济8至9成的市场资本归属于50个华商家族。这使得华裔泰国人组成了该国中产和上层阶级的主体，和相对贫困的本土暹罗泰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泰国富豪榜的前40人里，超80%来自纯正华人家族或是有部分华人血统。20世纪末，泰国的5位亿万富翁皆是华裔或部分有华人血统。泰国70家最具实力集团中，只有3家没有华裔背景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，以及订阅这个频道，并打开接收通知。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